我下学期的这学期主要是在学语言上面，然后特别是日文。我花了1年的时间学日文，然后虽然说应该没有人在意，但是我现在大概是在N2程度。如果大家不知道日检的话，我是不太喜欢考试，就我自己也不喜欢考试。那日检N2大概就是英文中高级，就是学测顶标大概那个程度，但就是这个没有很厉害，就是一定会有人做的比我好。我想说我把就是我1年学习就是这个日文或英文也好的方法，然后全部跟大家讲，然后希望就是对大家有一些帮助啊。然后老师是英文老师，所以如果有一些错误的话也可以指教。好，那首先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就是你觉得学一个语言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好，你可以先有一个想法，最后我们会回答这个问题。但是呢，我们要先问另一个问题，就是假如说我们因为现在大家都是学英文，那外文学不好是学生的问题吗？特别是指英文。好，然后这是一个研究，叫做 linguistic distance， 就叫做中文叫做语言的距离。那基本上它就是美国一个调查，他想要知道以美国就是英文为母语使用者来说，那他学各个语言的距离是怎么样？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离英文最接近的语言就是像这些欧洲的语言，然后果不其然呢，中文、日文跟韩文呢，就是离英文最远的语言。所以其实呢，大家已经蛮厉害，就是英文跟中文其实已经距离很远了，跟欧洲的国家的人比起来，我们其实已经是很难的了。然后另外有一个美国国务院，它有一个语言难度，一样是对英文母语者来说，那这些都是最简单的语言的话，就是全部是欧洲的语言。那呢，果不其然呢，中文、日文跟韩文又出现在最难的语言。然后特别我想要让大家注意的是这个，他说呢，你要学习，就是你变成很精通这个语言，你需要88个礼拜或者是2200个课堂小时。那我们简单计算一下，2200课堂小时，从国中到高中你6年的时间，你英文课总共大概有400多500个小时好了。那所需要的时间是2200个小时，但你实际上上课的时间只有400、500个小时，那基本上是完全不够。所以回答刚刚那个问题，英文学不好是学生的问题吗？我觉得应该是说，如果你只上学校的英文课的话，那几乎不可能会学好英文，因为时间根本不够。好，再来我想要先看一下，就是我们台湾或者是亚洲学英文是怎么学的。然后呢，第一个背单字，然后而且下一次要小考，然后接下来学文法，然后就看到一个非常复杂的文法公式。接下来第3个上课文，然后呢补充更多的文法跟这个单词。第4个呢就是叫你写4合1或者是一些补习班的题目，然后会有更多单字跟文法题嘛。然后接下来呢第5个呢小考段考出现跟课本完全不一样的文章，然后呢不一样的单字，然后祈祷你会读得懂。好，然后接下来还有叫你上台口说发表杂志内容。所以单字跟文法学会之后，就等于你学会了这个语言吗？我想要先跟大家讲一个，就是我有一个观念，就是我自己觉得这个蛮有道理的，就是学习一个语言并不是在解一道数学题目。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觉得中文有文法吗？外国人学文。对，外国人学中文有文法，但是我们在用的时候，我们就直接自然的说出来，我们不觉得它有一个文法存在。那就是假如说我们有时候考试小考，像有时候老师英文课，我问老师说，这一题为什么我要选这个答案？我就说，因为这是惯用语啊，就没有为什么，就选它，因为大家就这样用。惯用语的日文就看又可，然后英文的idiom指的是一种固定语的一种，然后呢，它就是固定的使用的习惯。假如说我想要描述弹钢琴。英文我会说 play the piano， 中文当然是弹钢琴，然后日文会说 piano or hiku。那为什么我们不会说弹 bounce， 就是弹力的弹 ，bounce 的 piano 呢？因为就不会有人这样用嘛。然后，但是如果我们举一个比较难一点的例子，就是我那时候在想要写，就是学习日文写作的时候，我就写一个我想要朝着电车窗外一直看，然后。它其实有一个更好的字，原本我只有说我做这件事情而已，但日文有很常用，叫做 nagamei 的这个字，就是我眺望远望窗外，然后这个字就比较有诗意，基本上就是很常出现在那些文学作品里面。所以如果你就是不用就是用这种
就是你只学单字跟文法，然后你硬凑出来的语言，最好的情况是你听起来对于母语者来说听起来有点奇怪，那最糟的情况是你根本没有办法被母语者理解。所以，综合刚刚所说，我觉得呢，学会单字跟文法并不等于学会了这个语言。所以，好，讲这么多，到底该怎么做呢？好，你怎么学中文？天生就会了吗？天生就会，不如说我们从小到大的过程中听了无数次的中文，而从小到大听到了无数次，这个我们又可以把它叫做一个 language input， 然后简单来说我们叫做 input。input 我们又可以把它拆解成 comprehensible input 跟 incomprehensible input。啊，这个什么意思？好，没有那么难。就是假如说你现在我播一个英文的影片好了，一定会有一些单词听不懂，有一些单词听得懂。听得懂的部分我们叫做 comprehensible input， 听不懂叫做 incomprehensible input。我用的方法叫做 immersive learning， 就是中文叫做沉浸式学习。它的目标就是你要用上百上千个小时的 comprehensible input， 就是你要听自然的对话，就是目标语言。假如说你要学日文就日文，韩文就韩文的那个目标语言，然后你要听上百上千个小时，然后你可以理解，这样子你就可以自然而然的学会那个语言。所以我们目标是要增加这个 comprehensible input， 我们就需要把你原本不能听懂的东西，就是不能理解的，转成 comprehensible input。那这个过程中呢，你会需要单字跟文法，所以各位大家可以慢慢注意到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就是我们要学会这个语言，我们需要上百上千个小时的 comprehensible input， 因此需要将不能理解的转成可以理解的，因此需要单字跟文法。所以单字跟文法只是一个手段。现行的台湾教育比较像是叫你学单字文法，接下来小考考你单字跟文法。那我用的方法，这个比较新的方法应该是说，就是你目标应该是你要沉浸在这个语言上百上千个小时，然后为了达到这个目标，你才会需要单字跟文法。所以基本上就是它只是一个，基本上它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训练，有点像是现在 AI 很夯嘛，就是有点像是训练你脑中有一个 AI 的模型，然后就是 language model 就是语言模型嘛。所以当你脑中有产生一个 AI 的模型、语言的模型的概念之后，你输出，假如说你像口说跟写作的话，你就不需要经过思考，它是一个很直觉的，就是直接说出来，就跟中文一样的。所以它不是在解到数学题目。所以我们就是，假如说有些那种表达那个口说的课程，我自己觉得其实问题不一定是在，就是你应该要就是叫学生直接上台，然后叫大家发表。重点其实问题应该是出在于大家脑内的那个语言的模型还不够强，所以你不能直接就是表达出来。所以问题反而应该是这个。那我自己的例子是说，我自己一开始对日文的时候也是这样子，就是一开始在大概最前面刚开始学的时候，就什么都不知道，然后我也很难想象我可以说出，或者是我可以表达这个语言。但后来我可以真的写出文章出来，然后单字文法会用到没错，但是文法也会用到，那就是它会有一些惯用语，你会直接就打出来，就不会经过任何思考，你就直接把那一句话打出来了。好，那讲了这么多，到底要怎么实践这个方法呢？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大概分享几个重要的原则，就是我觉得蛮重要的原则。第一个就是你要先有个观念，就是你要说，假如说英文好了，或者是任何语言，你要学会一个语言没有捷径，就是你不可能，假如说你 YouTube 上面不是看到那个什么几个礼拜、几个月学会一个语言，那基本上不可能，就是不可能。你要学会那个语言，我指的是说你可以自然的说出来的那种，你必须要上百上千个小时的沉浸在那个语言里面。接下来学单词跟文法，原本学校应该是叫你把它死背起来，那我觉得其实应该是目标应该是要知道大概的影响，然后大概的意思，大概怎么用就好。然后最后，对，重点是这个，就是你知道这个单字跟文法之后，当你在听，假如说你听 YouTube 影片，然后假如说是英文的好了，那你听到那个单字的时候，你就会脑中有一个 click， 一个就是你会，这个单字我之前有印象，我有看到，但我可能不确定它的意思是什么。然后这时候我再去把它查出来，然后加到你的单字卡、单字本里面。然后这时候你再重复这个步骤几十次、几百次之后，你就会把那个单字记起来，而且你会知道那个字确切要怎么用。就是我们背单词，可能他就告诉你怎么用，但你背完看完之后还是不会用。所以这个方法就是让你有一个脑中的模型，然后到最后你就可以很自然的用你所学的所有东西。所以最后我们回答那个问题，就是我觉得学一个语言最重要的不是单词，不是文法，不是口说阅读，是时间。就是这个非常无聊的结论，我们搞了那么久，结论就这么无聊嘛？对，就是
基本上学语言，我觉得很难也很简单。很难的地方，很简单的地方在于你只要投入大量的时间，你就会有多少的收获。就是你投入跟收获基本上成正比，就是你投越多时间，你就可以学越好。那难的地方就在于你要投很多时间进去。以上，谢谢大家。